肢解并吃掉近200人的超级女魔头，最终被判处759年监禁。如果你认为这样外表慈祥的老太太没有威胁，其实她被称为开膛手奶奶。70多岁的她肢解并吃掉了包括闺蜜在内的13人，堪称变态。谁说女子不如男？让我们来看世界上最恐怖的10个女魔头。第10，劳荣枝。劳荣枝是一个身背7条人命逃亡20年的凶手，第一次作案的时候是22岁，被捕时45岁。与他一同作案的男朋友法子英在1999年被判处死刑。劳荣枝生于1974年，江西九江人，家中兄妹5人。1989年成为了一名幼师专业中专生。1996年7月至1999年7月，劳荣枝获同情人法子英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在南昌、温州等地先后杀害7人。2021年9月9日上午，劳荣枝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第9，伊丽莎白·巴托里。伊丽莎白·巴托里是16世纪匈牙利女伯爵，历史上有名的真实吸血鬼。当时艳名四播欧洲的她认为年轻处女的鲜血让她的容颜长驻，在1585年至1610年间杀害了至少600人。她是匈牙利国王的表妹，而且是全国公认的最漂亮的女人，且会说3种语言。然而到了晚上，她却会变成嗜血的恶魔。随着时间的流逝，伊丽莎白的行为变得更加残忍。她不仅满足于把血液喝掉，而是会把全身浸泡在血液中。伊丽莎白通过喝血来永葆青春的想法荒谬至极，研究人员怀疑是妄想症或是精神疾病令她成为了吸血鬼。这位史上臭名昭著的吸血鬼没能永葆青春，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于1614年去世。第8，梅丽莎·玛加丽塔。梅丽莎人生性残忍，脾气暴烈，待人处事更是无情无义。梅丽莎1985年出生于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底层的一户贫困人家。10几岁的时候，梅丽莎在一些街溜子的引诱下，开始混迹社会，逐渐打出名堂。20岁的时候，小有名气的梅丽莎引起了当地有名的达马索贩毒集团里一位大佬的关注，开启了毒品走私、绑架杀人的血腥人生。在被逮捕后，他被送往拉巴斯监狱。他被怀疑与至少180宗谋杀案有关。第7，玛利亚·利西亚蒂。说到卡莫拉最具权威的女人，就必须要提身材娇小，众人称小可爱的玛利亚·利西亚蒂。她生于1951年3月24日。1993年，她开始担任卡莫拉的领导一职，直到2001年因为贩毒、勒索和谋杀等罪名被捕入狱，才结束了她长达28年的教母一职。在外人眼中，玛利亚就是一个富裕的慈祥老太太。然而，她安静低调的外表下，却有着比其他帮派更加残忍冷血的内心和手段。真正的贯穿她黑帮生涯的是谋杀、毒品交易、走私和强迫卖淫等，都是她的常规操作，权力非常大。第6，萨曼莎·卢斯维特。萨曼莎绰号白寡妇，是基地组织在东非的主要招募者之一和军事训练专家。2005年，萨曼莎的丈夫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之一——伦敦爆炸案，56人丧生，700多人受伤。但调查后发现，萨曼莎其实才是幕后黑手。她被国际刑警组织、中央情报局军情6处和军情5处通缉，但直到今天，她仍然是美国头号通缉犯之一。多年来，她一直是世界各地许多重大袭击的幕后黑手。据信，她还要对400多人的死亡负责。她通过减肥、整形手术和染发剂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并被认为在索马里藏身。第5，格利塞尔达·布兰克。布兰克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充满暴力、血腥与罪恶。1943年2月15日，他出生于哥伦比亚港口城市卡塔赫纳一个贫穷家庭，母亲是个酒鬼，时常对布兰科拳脚相加。小年纪便学会了在街头讨生活所必须的圆滑与泼辣。但在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毒枭中，
她排在第4位，世人都称她为全球头号女毒枭。11岁那年，布兰科和几个小混混来到富人区，持枪绑架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并要求对方父母拿钱赎人，但没有拿到钱，他便朝人质头部开了一枪，小孩当场毙命。他在哥伦比亚曾被指控犯下250起谋杀罪，并亲手杀死2任丈夫。1985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2004年被送回哥伦比亚。2012年9月3日，布兰科在麦德林被刺客街头枪杀。第4，胡安娜·巴拉扎。墨西哥连环杀手胡安娜·巴拉扎是一个恐怖的女人。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杀手结束了40多个老太的生命，每一位受害者年龄都超过60岁。12岁时，他就被酒妓母亲用3杯啤酒的价格卖出了处子之身。抠门的买主在此后对巴拉扎进行了4年的虐待和强暴，让她从懵懂少女成为生产2次的弃妇。充满仇恨的巴拉扎只身前往墨西哥城谋生。30岁时，他站上了蒙面摔跤台。从2002年11月25日开始，胡安娜开始释放自己的愤怒，一直到2006年，短短的4年之间，他就先后残忍地杀害了24到48人。2008年春天，控方指控他犯下40多起谋杀案，最后胡安娜因多重罪名被判处759年监禁。胡安娜如果活到100岁，她会在2058年获得假释。第3，艾琳·乌尔诺斯。艾琳·乌尔诺斯算得上女性连环杀手中的佼佼者，她共夺去了7名男性的生命，被人们称为美国第1连环女杀手。她非常暴力，使用的凶器是一把.22口径手枪。1956年2月，艾琳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罗切斯市。艾琳刚刚2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在监狱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母亲经常酗酒，对他们不管不顾。之后，他被祖父赶出家门，从此无家可归。从这时开始，他对身边的男性产生了无法缓和的仇恨。之后，他在1989年到1990年期间射杀了7名男性。2002年，艾琳被执行了注射死刑，但基于他故事改编的小说、电影等却将他的故事传遍世界。第2，塔马拉·萨姆索诺娃。她来自俄国的圣彼得堡，看上去与普通的老奶奶没什么不同，满脸慈爱和蔼可亲。但她近20年犯下10余起谋杀案，直到2015年8月，她作案后背着肢解的尸体等画面曝光后，才被公众所熟识。因为犯案后肢解尸体等行径，众人称她为开膛手奶奶。根据警方初步估计，惨遭塔马拉毒手的被害者多达13人，从房客到闺蜜都难逃她的魔掌。在杀了人后，最恶心的是，每一个人她都吃过，还声称自己最喜欢吃的是人的肺部。审讯中，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声称这是她人生的一种尝试与需要。许多人都认为她是被洗脑了。目前75岁的塔马拉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这样恐怖的女人会不会让你不寒而栗？第1，娜塔莉亚·巴克夏耶夫。俄国南部有一对石磨人夫妻档，自1999年开始，18年来至少吃掉30人。妻子第一次吃人的时候只有17岁。巴克夏耶夫1982年出生于西伯利亚，没多久就被亲生父母抛弃，随后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妻收养了他。可是养母在他10几岁时就因为癌症去世，而从小性格怪异的他和养父的关系并不融洽。流落街头的巴克夏耶夫遇到了大他7岁的内塔利亚，还没成年时就和他结了婚。女食人魔曾把煮熟的人肉喂给飞行学员吃。警方逮捕2人时，在他们的冰箱和急冻箱中发现了7包冷冻的尸块，分别来自8名不同的死者。两夫妻经常在约会网站上挑选猎物，把受害者约出来之后，就用药物将其迷晕，然后杀害、肢解、吃掉。这些女魔头有没有令你惊讶？谁最令你感到瑟瑟发抖？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